这是我对杨柳市场做的一份前期调研。GST 那个项目，我有没有机会参与一下？消息够灵通的。我就想跟你多学学。李总，你找我？你先去吧。李总，乔海伦也要参加 GST 这个项目啊？那么大的项目，他知道还不正常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没什么想法。我晚上约了 GST 的高层一块吃饭，你一起啊？没问题啊！哎，那太好了，谢谢李总，谢谢李总。骚扰，性骚扰，日子过够了是不是？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你自己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卖酒非得是小姑娘吗？都是赵梅这妖精把你害的。早跟你说离她远点，你就是不听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谁呀？嫂子，是我。嫂子，我给徐总来送东西。这是你办公室里的东西，你看看，还少了什么？现在我背后搞我，现在又要来做好人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全都先提醒我要注意，回头我就被人做局仙人跳了。不是你搞的，是谁搞的？哼，是我搞的。毕竟你下台，得到好处最多的人是我。少他妈跟我废话！做局陷害我那个女的是你们的人，我的人害的你，是你害的我的人，是你性骚扰他，是你强吻他。别颠倒黑白啊！就是你的人害得我们这么倒霉，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？你闭嘴！没你的事，上去吧。你。哦，现在这个事情都是我的错是吧？啊，你们把责任都怪到我头上。要不是你的人违规来向我敬酒，后面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。他向你敬酒，你就要吻他，这什么逻辑啊？这是正常人的逻辑。每天在夜店亲近我亲腻了多少个？为什么到了我这儿就变性骚扰？他从他的位置上面走到我们的卡座来跟我敬酒，中间隔了多长的距离？如果不是他自愿的，是谁逼他来的？身为促销员，明知道上班时间不可以喝酒，他还是自愿来敬酒，他图什么？是你搂的他，这件事情是你做的，你还被人拍下来了。是个人来跟你敬酒，你就要搂啊、抱啊、亲啊。要换成我来跟你敬酒了，你怎么对我啊？下来开门呐！你没招手啊？哪位啊？你好，我是齐又兰，我要找徐总。你们约好了？没有啊，不能让他看见我。等等。徐总。请进吧。好。有什么事吗？看来徐总人缘不错嘛。有事儿说事儿，我没空跟你瞎聊天。我们就这么站着说吗？你想躺那儿也行，不嫌地板凉就是了。是，我是喝醉了。
你们没有喝醉过吗 ？GST 上上下下，白德瑞、杜彼得、管理部那几个老头，还有你齐又兰，你们喝醉的时候是什么德性？你们心里没点数吗？我们喝醉了又没有被上网，现在是因为舆情，舆论非常不利于你啊。没有什么舆论，这个叫做网暴。现在是我被网暴了，我被有心人设计，然后你们居然不保护我，你们就是帮凶。哦，不对，你们不是帮凶，你们是主谋吧？你丧失理智了。你们想让我走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所以就设计了个局来陷害我。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王啊 ，GST 是一个年销售额达到200亿美金，拥有全世界最著名的洋酒品牌1半资源的公司，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个你，损失公司的声誉呢？而事实是，就因为你，现在公司遭受前所未有的舆论打击，我们损失惨重。那又怎么样？公司就应该站在保护员工的立场，但是你们现在不是，你们现在就是落井下石，想要来开了我，对吗？这段时间我回娘家住，孩子放学会直接过去。公司也想尽早解决这件事情，徐总还是尽快辞职吧。就这么想省赔偿金是吗？你要这么理解也没错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被辞退，那将面临着就是改行，或者是再创业。我不是威胁你啊，徐总，不过是陈述一个事实。不用，你回去告诉他们，不可能的。你的心情我很理解，可以宽限你几天，但是不能太久，请尽快给我答复。公司希望尽早的解决这件事情，相信你也想赶紧的接回你的太太和孩子，是吧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不要以为有白德瑞罩着你，你就可以这么跟我说话。我当年进 GST 打天下的时候，你都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呢。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。不过有一点，通过你刚才的陈述，还有所有的辩解，我非常明确，你很无耻。你说什么？职场距离这堂课，你是上过的，不要否认。大中华区几个总监是我亲自做的培训，你现在跟我说你喝醉酒了，小姑娘投怀送抱，你知道这有多可笑、多不要脸吗？不要太过分了，我告诉你。我会更过分，你生的是一个女儿，积点德吧，徐总。你再说一句，我弄死你！你回来！喂，齐总，大梅，你在哪儿呢？你是去给徐云天送东西了吗？没有啊，谁说的？那你现在来我办公室一趟吧。哦，好的，齐总。24楼需要单独刷卡，给，下来记得还给我。谢谢。你好，我跟上名牌。哦，谢谢。这么会摆谱。原来24楼长这样。
还真是两个世界。我们在楼下恨不得一个个摞起来走，他们这儿倒好，宽敞的躺下来打滚都看不了。感情明知明高都是这么画的呀。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！放心吧，齐总，为你我也得争口气。齐总，进来吧。你好。他把你也叫来了？你先忙吧。感觉不好，这王八蛋憋着坏呢。齐总，让我参加说明会。对啊，现在整件事舆情对公司非常的不利，连总公司都知道了。管理层决定要开个说明会，让你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。就我一个人去吗？那销售部其他人呢？你昨天都在场啊，你一个人就够了。齐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那天晚上那么多人在场，如果你让我一个人去向管理层做说明，那就好像这件事情都是我的责任。这件事情你没有责任吗？如果不是你手下的促销员去给许云天敬什么酒，整件事情不会存在啊。是我的促销员违规在先，那我也按照规定把他当场开。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当场开除他？你为什么不能缓一缓呢？正因为你的当场开除，网友都在说 GST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公司。明明是许云天性骚扰了女促销员，许云天没事儿，被害者却被开了。你不觉得是你的决策失误吗？促销员犯错基本都是当场处理的，这也是为了警告其他的促销员不要犯错，这是惯例呀。不要用惯例来掩盖无能。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想到会不会被拍下来上传？你没有想到上传之后，你当场开除促销员会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关键是，此时此刻你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。这不是一个公司发展过程当中所需要的管理层应该有的样子。好了，你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开会的时候把整件事情跟管理层说清楚。哦，还有啊，你要配合公关部做舆论应对，公关部会随时找你的。我猜的一点也没错，他们果然又叫我来背锅了，欺负人还没完没了了。王哥，有事招呼我啊，拜拜。你说这开箱动的仪式，我怎么就百看不厌了？哎呀，是挺开心的。何止开心啊，超开心！今天宵夜我们去吃点什么好呢？看什么呢你？跟2个人联合 XO， 怪有钱的呀，有钱人。哎，里面的女的好像是我们公司的内审，是吗？我看看，哦，还真是。我记得她当时培训的时候来过，看着挺严肃的，没想到也会来夜店潇洒啊。哎，小浪。那女的找你聊什么了？问我一天开多少瓶 XO， 一个月开多少瓶 XO， 贼爱打听。啊，你是说他是来查每个月的开瓶数的？他查这个干什么呀？公司有规定，每个月每家店 XO 开到2000瓶就可以返利每瓶进货价的3%，开到2500瓶就可以返利5%。这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
那要是按照1瓶 XO 的进货价是1200的话，返利3%就是36，2000瓶的话就是72000，1年的话就是接近90万。一家店每年就要返利接近90万，100家店就是小1个亿了。那要是每家店都虚报的话，公司不得亏死了？对啊，但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徐总，你是？我是惠南一组的促销员赵梅啊。今年春季大促的时候，我们在南方商城有见过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你确定是那谁？在培训的时候，我有见过他一次，印象很深刻，我不会认错的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哦，今天这里有经销商大会，我猜你一定会来的。经销商大会上午就开始了，你等了一上午。嗯，你还挺机灵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参加经销商大会？谢谢徐总。我要是不机灵点儿，机会能轮到我吗？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张总来巡店啊！徐总在微六万小酒吧，他能不知道徐总在哪个楼下？多此一举。什么情况呀？转让？关门了，跑路了。咱俩不愧是闺蜜啊，要倒霉一起倒霉。这家店我才1个礼拜没来呢，就直接给我关门了，我货款都没结清啊！哎呦，烦死了！这上次来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怎么说倒闭就倒闭了？行情不好啊，大姐，怎么办呢？你看八卦号了吗？全部都是在议论老许性骚扰的。嗯，公司都被骂上热搜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老许一世花名，老江湖一个，居然会死在这种事情上，性骚扰，真是醉了。我就是担心这种情况发生，所以在接手促销部之后，才特意加了2条规定：不许工作时间喝酒，不许擅离工作岗位，就是想着能保护下他们。谁知道还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虽然这件事情挺让人糟心的，但我觉得对你是个好事儿。你在副总监的位置上这么久了，这回该往上升一升了吧？算了吧，这次我能把饭碗保住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是真的觉得你行，你别不当回事儿，你好好想想。这碗鸡血我干了，先想想怎么背锅吧。白友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古法巨鲍鱼，先用高汤慢慢的煨，再用小火慢慢的煨，是他们家的招牌菜。试试看。OK。李总真是体面人啊！我们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都上热搜了。我今天的手机一直在被别人打，您倒好，目前为止，只字未提。您不提，我怎么好意思提呀？但说实话，我看到新闻，我确实犯嘀咕了。我还没给你们方案呢，你们就已经开始开人了。啊，去他的！这完全乱套了。他一大早给我打电话，没有很早，非常早，才8点呢。9点15。Whatever. Anyway, I was so drunk, and then she goes, "Xu Yuntian harassed a girl, one of our sales ladies, sexually." And then I go, 徐云天这样的混蛋，他不是经常都那么干吗？It's not worth of waking me up. And then she said,
This time is different. It's a whole mess out there. It's on Weibo. Everybody is talking about this, and it's going to affect the reputation of our company. 我就说，要不把那个混蛋给开了吧。这确实是优化组织结构诸多方法当中最节约的一种。希望吧。李总，我们这次找瑞景合作，就是看中了你们在优化组织结构以及在制定人才战略上的丰富经验。所谓降本增效，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增效。尤其是我们整个销售团队的培养是重中之重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做好服务的。许云天已经是明日黄花了，对于他的继任者，公司有没有什么人选？还没有。这件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我们还想听听你的意见。现在是 Q3，马上就 Q4了。我看了我们的销售数据，距离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从外边请一位销售总监，那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磨合，这样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的业绩。所以，我建议从内部提拔一个，这是目前最稳妥的方法。我们也更倾向于内部提拔，比如我们现有的2位销售副总监呢，像董月，他的业绩是最好的，还有唐迪的。我们有3位副总监。你是说赵梅？他虽然也是销售部的副总监，但他是分管促销的。Who's Zhao Mei? Our commercial associate director in trade marketing. Oh, I remember her. She's the ex-girlfriend of Xu Yuntian. She's Li Zong's wife. What? Yeah. Really? 对，赵梅是我太太。What a surprise. 公司明天让我去做个说明会。什么说明会？说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许云天是怎么骚扰那个促销员的？那促销员是怎么被开除的？这件事情是怎么传出去的？就舆论是怎么闹大的？最可恨的就是那天明明那么多人在场，凭什么就叫我一个人去啊？什么说明会啊？明明就是背锅会。你说那个齐幽兰，我们那个 HR 老大可会话术那一套了。所以李总，在这一次新的销售总监的人选上，你不会有太多个人倾向吧？我听出来了，齐总是在点我呀。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吗？他说你就是没有预见性，没有把有可能的风险都考虑进去。哎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后果的话，那是不是可以说是我阻止了许云天进一步犯错，是我力挽狂澜了？销售总监这个位置很重要，还是要从业务的角度来选择。赵梅带领过几百人的促销团队，管理经验非常丰富，但她没有直接做过销售，这确实是她的一个硬伤。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董月从他办公室出来了，就是我们那个销售副总监。哎，那天他也在场呀，那齐幽兰怎么不叫他去做说明呢？会不会是他给齐幽兰出的主意，让你去背锅呢？肯定是。我过去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齐幽兰跟董月又说又笑，他一见到我，咵，脸刷一下就变了，白雪公主后妈看到都自惭形秽的那种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我要再让我身体多分泌一点多巴胺，让我开心一点。我跑了。好好跑。还知道一方法也能分泌多巴胺。
心情。怡姐，这个背锅会一开，所有的责任都是我的了，所有的锅呢都是我和我团队背。公司呢顺理成章的请我走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今天我跟一个关系不错的猎头打了个招呼，让他帮我留意着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。但是我估计最近也不太会有。哎，我要是当了家庭主妇啊，你可得养我啊！我不嫌弃你。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不被干掉。什么办法？4个字：以打促谈。以打促谈什么意思啊？今天跟你们老大吃饭的时候，从跟他谈话里头，我听出来了，你们公司打算从内部提拔一个人接替许云天。你是想让我主动请缨申请当销售总监，做许云天的接班人？以打促谈，表面上是争取升职，但实际上是告诉大家，在性骚扰这件事情上面，我是问心无愧的。没错。那我估计那些老板们听到这个，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我疯了。我虽然是销售部的，但是我是管促销的，一天销售都没干过，现在居然要当销售总监，太疯狂了。打不是目的啊，目的是变被动为主动，因为只有主动了，才有机会留在牌桌上。对于你来说，不下牌桌，比艺人更重要。那就要打得动静大点，要狠狠的打，打得大张旗鼓，打得人尽皆知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要当销售总监。那我得想想有什么办法。哎，说不定我可以从明天的背锅会开始打。爸，27号在哪里？其实就是想到一个办法，但就是觉得太不厚道。大飞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就不要瞻前顾后的了。这个时候，先保住自己。这次麻烦就麻烦在曾子轩是我们的员工，如果曾子轩不是我们的促销员，而是夜店里随便遇到的一个谁，那什么职场性骚扰、职场霸凌就都不存在，跟公司没关系。您当时不是在现场吗？曾子轩怎么会出现在卡座上？他不是应该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吗？老大，那天晚上，本该当班的不是曾子轩，我叫曾子璇，我替汪丽萍来的，她今天有事儿。辛苦了。这个女孩没怎么见过。她以前是做日店的。日店的？那做夜场行不行啊？我行的。老大，我真的行。虽然我没做过夜场，但我知道怎么做。老大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忙去吧。哎，那我先去了。年轻人有上进心那是好事儿，当上级的肯定要给机会。可谁能想到，他这上进心也有点太过了，居然跑去给老许敬酒，结果就发生了那样的事儿。那是我的人。我当时很气愤，第一时间就冲了上去拦住许。别闹了，行吗？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！他不信你来啊！为了保护曾子轩，我不惜泼了老许一身冰水。董月、唐立德还有梁丹宁都在场，他们都看见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促销员他违纪在先？
是，所以我把他给开了。张梅把曾子轩当场开除，曾子轩怀恨在心，所以就故意散布视频报复公司。他被赵梅开了，心里肯定有怨气，就想着把事情搞大，这样不但能泄愤，还可以向公司要好处。如果曾子轩没有被开除，这件事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的。所以最大的失误还是张梅没有处理好。曾子璇擅离工作岗位去敬酒，严重违反了公司的纪律。促销员无论是招聘还是离职，都是在线上办理的，从来不用进公司。另外，曾子璇也主动承认了错误，我按照公司的纪律已经把他给开了，我不觉得我的处理有什么问题。怎么会没有问题呢？没有人知道曾子璇是不是主动承认错误的。现在网上疯传的就是他被人性骚扰，而且被公司开除。如果我可以证明呢？我有证据，可以向网友证明，公司没错，我也没错。说正事儿吧，我找你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老大，我错了。错在哪儿？公司规定，促销员不能擅离工作岗位，不能在上班时间喝酒。原来你记得这2条红线。叫什么名字？曾子璇。既然你知道错在哪儿，那你也应该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。对不起，老大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去找你主管，让他给你结算。有了这个录音，网友就不会再骂公司了。曾子璇现在的情绪也很稳定，网上的新闻刚传开，我就让他的主管去安抚他了。他从来都没有在网上发布过任何言论，将来也不会。你赶紧把录音发给我，我要立刻发布出去。我可以发，但是你们要答应我，保证曾子璇的隐私，不可以将这件事情再进一步发酵。危机解除。赵梅，齐总，做得不错啊。我就想好奇一下，昨天你怎么没跟我说你有录音呢？当时没想起来，昨天晚上才突然想到的。你经常都会录音吗？看情况吧，像遇到关于离职啊或者敏感性的话题的话，那我会录音的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们促销往往遇到的情况都会比较复杂。好习惯。齐总慢走。真拿我当软柿子呢。说正事儿吧，我找你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交易？你想不想再回 GST？公司会让我回去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我可以帮你。那我也不会回去的。世界上又不是只有 GST 这一家公司。那你打算重新找公司吗？已经在找了吗？没有。但就算我找不到工作，我也不可能再回 GST。我这要是再回去了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我理解你的想法，就像很少有受害者会再一次愿意回到受害现场一样。不过你如果真的很在乎别人的看法的话，那你还真的应该回 GST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因为以你现在的这个知名度啊，你去到别的公司上班，这个阴影呢，它就会一直跟着你。别人呢都会旧事重提，会说那你看那个姑娘就是被性骚扰的 GST 促销员了。那我回 GST， 别人就不会议论我了。对，因为许云天是被公司开掉的，而你却是被公司请回来的那一个人，这件事情就已经定性了，他是错的，你是对的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去了 GST 之外的任何一家公司上班呢，那你都是性骚扰受害者的形象，会被各种声音质疑。而你如果回了 GST， 那你就是一个胜利者，因为事实胜于雄辩。
不用着急啊，慢慢想，考虑一下我的提议，回头给我一个答复就行了。我现在就答应你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产检我们俩之间的最后那段对话吗？我需要你再帮我录一遍。怎么那么多人关注啊？我们公司这么有名吗？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儿干了？这世界上那么多洪水干旱打仗都不关注，关注个小姑娘，什么道德痞，有病！子轩，你还好吗？